肉友们，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：多肉植物动不动就养死了，到底是人的问题，还是花的问题？如果有一些多肉植物不但养不死，还越养越惜财，你感兴趣吗？感兴趣的奖励一颗小心心哦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马上揭晓今天的神秘嘉宾。第一种，惜财树。惜财树顾名思义，吸收财富的树，虽然名字里面有树，但却是多肉植物的一种，而且还是景天科。惜财树的叶片长得像圆圆的吸管，顶端却凹陷下去，感觉就像把东西吸进来一样。那吸什么好呢？当然是吸钱最好了，这也是它寓意着八方来财、日进斗金的原因，也是很多生意人都喜欢摆一棵大气老庄的惜财树的原因。说起惜财树的养护，我总结了3个字：随便养。为什么说随便养呢？那是因为它真的超级友好，放在外面太阳下的话，叶片就会变红；放在室内散光的地方，叶片就会变绿；水多的时候，叶片就会圆嘟嘟；水少了，叶片也只是有一点点萎蔫。可以说，任何状态下都有着不同的美貌。平时我们说的病虫害，跟它根本靠不上边，真的是随便养养，都让你不失望的多肉。但养活容易养好难，想要把它养成叶片微微泛黄，叶尖红彤彤的话，那么还是要下点功夫的。这个就是养多肉植物老生常谈的问题了，那就是控养。首先就是要放到室外养护，接受充足的光照，放在外面露养，大约7天，你就会发现叶片开始变红。其次，尽量延长浇水间隔，让它有点危机感，让它见到水第一反应就是想存一点，这样就能让叶片饱满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要养成老庄的话，长出来的侧枝要及时剪掉，并且要在盆内放一些缓释肥。最后要说一下最重要的注意事项：夏天拿到室内养护或遮阴，冬天低于10度拿进室内或保暖。这样的惜财树你喜欢吗？喜欢请评论区回复1。第2种，橙梦露。多肉圈子里有专门玩景天的，有专门玩快根的，还有一类特殊的人群是专门养橙梦露的。橙梦露又被肉友们亲切地称呼为大橙子。没养大橙子之前，可能很多人都不以为然，但养了大橙子之后，99%的人都会爱不释手。因为它神奇的优点太多了，比如它不容易徒长，再比如它一旦上了色，轻易不褪色。而专业的玩家总结起来，把橙梦露养到晶莹剔透、饱满紧实的状态，就是要记住2个字：缺水。意思就是说，能让它渴着就坚决不给它水喝，能10天浇水坚决不9天浇水。这样的训练能让橙梦露在有水的时候不是选择生长，而是选择储存，从而达到叶片变胖变圆的目的。变胖并不代表变红，所以除了控水以外，想要养出果冻色效果的话，一定要露养，多多晒太阳，特别是春秋季节，昼夜温差大到8至10度的时候，能多晒1分钟就多晒1分钟，让它拼命生成红色素，红色素越多，我们的多肉就越红，这一点其他多肉也适用。对于度夏有困难的人，花花也是极力推荐你养大橙子，只要夏季高温时用遮阳网遮阴，就算夏季不浇水，它也会顺利度夏，而且颜色也不会有太大改变，无非是从橙色变成微微泛紫而已。最后要多说一句，橙梦露的花盆一定不要选大盆，花盆的尺寸与官服的尺寸一样大是最好的。希望你养的橙子越来越肥，也希望你在新的一年心想事成。如果有一种多肉不但好养，还能越养越值钱，是不是让我们更有成就感？别划走，下面就给你揭晓它的名字。第3种，金枝玉叶。我小的时候，你对我带搭不理，等我长大了，让你高攀不起。这句话用来形容金枝玉叶再合适不过了。我相信每个见过金枝玉叶老庄盆景的人，都会被它的造型震撼到。金枝玉叶好养护的其中一点就体现在它的繁殖上，最常用的繁殖方式就是扦插，剪一个枝条插入土壤中，大约7至10天就能生根。平时的养护一定要多晒太阳，除了夏天35度高温需要遮阴外，其他时间都能晒太阳就晒太阳，因为多晒太阳是它叶片油绿、枝条木质化最有效的手段。想要浇水时，就摸一摸叶片，如果叶片变软，那就可以浇水了。但如果一时疏忽忘记浇水了，
也不用太担心，它不会因为短暂的缺水而出现养护问题。养金枝玉叶最重要的其实是修剪，想要你的金枝玉叶变成越来越值钱的盆景的话，从小苗的时候就要注意修剪打顶，一个是修剪掉多余的枝条野叶片，快速打造木质化老桩，一个是修剪成自己喜欢的形状，比如棒棒糖的形状，比如悬崖桩的形状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气温低于5度的时候，一定要采取保暖措施，否则叶片一夜之间全部化水，那就可惜了。第4种，不死鸟。不死鸟又叫落地生根，听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它有多好养了。具体是多么好养呢？这么跟你说吧，只要你养了不死鸟，你会越来越觉得，怎么家里到处都是这个品种，长在它周围的花盆里，怎么都莫名的长出来不死鸟了呢？这要从它的一繁殖特性说起。不死鸟的叶片肥厚多汁，边缘长着整齐美观的不定芽，形似一群小蝴蝶。这群小蝴蝶只要落地，就会立即扎根繁殖，慢慢长大。说到不死鸟的养护技巧，可以说没有养护技巧，只有给它一点土，它就会灿烂给你看，缺水也好，高温也好，都照样能活。而且这个品种小时候与长大后简直就是女大18变，让你完全认不出小时候是赏叶，长大后容易长成一棵树。总结起来这么说吧，不死鸟最大的优点就是养不死，并且要切记，不死鸟不要跟其他盆栽摆放在一起，否则它会泛滥。第5种，玉树。听到我说到玉树，你是不是想要走开了？那你就大意了，继续听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特别是玉树养到开花后，还能给家里带来好运。首先，玉树买起来很便宜，其次养护起来也不难，还有它可以为其他植物，比如蟹爪兰、长寿花等提供针木。最后，如果养成老桩，开出粉白色小花的话，预示着吉祥和好运的到来。这也是有些农村把玉树称为发财树的原因。那下面我们就详细展开说说。第一，玉树比较容易繁殖，用叶敷繁殖生根发芽率也高，成活率也比较好。第二，玉树养成老桩相对来说比较容易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及时摘掉主干上新长出来的叶片，剪掉侧枝，缺水就及时浇水，平时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，几年就能养成粗壮的老桩。第三，玉树养到2-3年的时候，就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针木使用，是嫁接蟹爪兰或者长寿花的首选。第四，想要玉树开花为家里带来好运的话，还是需要有一些耐心的，至少养了1-2年的玉树很难开花。为了开花有充足的养分和水分，我们平时养护时一定要注意修剪，去除顶端优势后，才能保证植株有充足的养分和水分。除此之外，花盆里需要放一点缓释肥，然后当玉树枝干长到足够粗的时候，也要及时换盆，不要让花盆限制了植株的生长。除此之外，如果可地栽的话，尽量选择地栽，这样开花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。退一步来说，就算长出了大气老桩的玉树没办法开花，我们也可以放在客厅里面，也有镇宅的作用。以上就是今天总结的5种不死花，如果觉得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并打开小铃铛。最近病毒大流行，花花也不幸中招，还希望各位肉友保重身体，开开心心每一天。我们下期再见。